在当地时间5月16号下午，美国爱荷华州一辆火车突然脱轨，30节火车车厢相继追尾撞作一团，并且发生爆炸。现场烟雾弥漫，十分惨烈。而更糟糕的是，车厢上载有化肥以及制造化肥的硝酸铵，而这种化学物质遇到明火非常容易爆炸，并且燃烧时还会释放有毒的氮氧化物。像去年8月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的特大爆炸，其元凶就是硝酸铵。据获悉，此次火车脱轨事故是由于当地一座桥梁倒塌导致的，而事故地点靠近当地一座城镇，因为毒烟弥漫，事故发生后，美国当局紧急疏散了8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然而，根据媒体报道，这是美国24小时内的第2起火车事故。在前一天下午，一列火车在明尼苏达州的边界附近坠毁，并且火车上载有的盐酸发生泄漏。连续的火车事故在美国社会引起热议。因为就在不久前，拜登政府便提出多达2万亿美元的基建刺激计划。当时美国政府的口号便是不能把机会让给中国。然而在美国频发的火车事故给了美国基建一个响亮的巴掌，也让美国网友不由自主地对比起中美两国铁道建设。目前美国依旧保持着世界第1铁路里程，但是这仅仅代表着美国过去铁路交通的辉煌。如今美国铁路上跑的火车实在无法让美国人称赞，列车老化以及铁轨长期缺乏维护，导致火车事故频发。相对应的，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铁路交通网建设，不仅在世界屋脊通了火车，还建成了全球第1的高铁网络。如今中国的铁路交通已经成为国家形象的一张名片，而美国铁路却从过去的骄傲变成现在的顽疾。有美国网友提到，在火星上中美正在激烈较量，但是在地球上美国正在被狠狠教训。还有不少美网友呼吁，请收起对中国的优越感，并且好好学习人家。其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高新技术方面将不断与美国缩小差距，而在基础建设领域也将持续甩开美国。尽管拜登拿出了2万亿美元砸基建，但美国基建衰落却有着复杂的原因。就拿铁路问题来说，美国政府也不是不想改善铁路问题，但由于维护成本高、土地征收难、资金回笼周期长等问题，资本并不愿意投入其中，这也是美国整体基建衰落的一个缩影。但在中国，我们擅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一点西方很难做到。比如说，早期我国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西南与西北人迹罕至的地方建铁路，很多外国人表示不理解，因为这些地方建铁路很难回本。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铁路最重要的目的是服务民生，而不是为了赚钱。近期，在以色列空军对加沙实施的报复性空袭中，多次对高层建筑实施了彻底摧毁，这个小招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从视频上看，以色列的这些拆楼行动突出了一个准字儿，一是打得准，战斗机投掷的航弹无一例外都准确地命中了高层建筑的首层、地上2层；二是选点准，打的就是高层建筑的结构要害，估计是地下1层、地下2层的承重结构；三是隐性作用时间准，隐性作用的时间选择可能就在0点几秒之间，但效果却大相径庭。那些被攻击的高层建筑都是向下粉碎性坍塌，而不是向外侧整体倒塌，说明外墙承重结构基本完好，但内部结构承重被破坏，失去内部支撑的楼体因自重向内坍塌。可以说，以色列的拆楼行动没有什么全新的技术，但实战效果却令人震撼。需要拆楼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在巷战中，当年在四平战役中，爆破英雄李广正带领了一个班，一夜之间在敌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将一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拆楼行动。拆楼行动有多难？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在和平时期，以定向爆破的方式拆除废旧高层建筑，大概需要300到500公斤炸药。这可以看作是拆楼最低的炸药用量。战时如果用105毫米突击炮或122毫米榴弹炮，则需要弹无虚发的命中100-200发，而且要每一弹均命中要害。相比之下，航弹是拆楼的优选，原因在于航弹装填系数高，例如一枚1000公斤的航弹可以装药400到500公斤，相当于100-200发炮弹的装药量。同时，在弹着点的选择上，打地下室低楼层要优于打顶层楼板高楼层。航弹钻入地下室后才引爆，因地下空间封闭无法泄压，对承重结构的破坏更大。以色列的野蛮行径要受到谴责，但是其战术战法值得借鉴。将来在我军登陆之后，如果有人试图背城借衣、负隅顽抗，
那么就不妨干净麻利脆地拆启动物业，以震慑宵小之徒，断了他们的固守待援的残念。台媒中时新闻网在最近批评，岛内一些媒体开始幻想从以色列采购一些铁穹系统来防御解放军的台海防御网络，但这本质上是错误估计了对手，同时也是对铁穹系统完全不了解，才会说出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这一次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面对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发射的近3000枚火箭弹，表现得游刃有余，达到了90%左右的成功拦截率。这种高拦截率也让巴以冲突之中双方损失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背后的真实情况来看，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因为长期受到西方势力制裁，制造水平又有限，很多火箭弹在升空后就因为质量问题下落到加沙的无人区地带，能打进以色列本土的并不多。按照以色列官方的说法，近1周时间里，以色列防空部队拦截下来约1210枚火箭弹。如果真的按照以色列官方说的90%拦截率的话，巴勒斯坦至少有1500枚火箭弹根本就没有飞进以色列境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正有效地完成了对以色列袭击的火箭弹数量，并没有达到所谓饱和攻击的效果，这恐怕也是造就了以色列高拦截率的一个原因之一。以色列铁穹系统本质上是专门为巴勒斯坦武装部队的火箭弹袭击打造的一种低成本防御网络，全套系统大约在5000万美元，单发造价4万美元，而与美军的爱国者系统相比，后者的单发造价动辄就是400万美元，确实可谓是低廉。而台媒想要在台海战场上幻想拥有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这就是典型的找错了对手。铁穹本身是带有固定缺陷的，对高机动目标拦截率极低，发射架的容量仅20发，填装时间长。这个问题在面对巴勒斯坦时或许不算大问题，但如果放在台海背景下，那就相当致命了。且不说中国大陆如果动手，岛内防御网面对的火箭弹短时间的饱和攻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单拿攻击手段而言，岛内面对的将是一个成体系化的立体攻势，光靠铁穹毫无用处。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台媒幻想的内容可能性极低，以色列是否会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向台湾地区出售铁穹系统，也会是一个大问题。毕竟以色列如果这么做了，那么必然彻底得罪大陆，这也就意味着巴勒斯坦武装部队会在短时间内拥有大批量的中质装备，加上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包围，这对以色列本国而言将是一个严重威胁。以色列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这种灭国风险，就为了赚一笔外快。